各位朋友，瑞典皇家科学院刚刚公布了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诺贝尔基金会的官网上来看一下这则新闻。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呢，将由3位物理学家共同分享：克拉克、德沃雷和马蒂尼斯。他们获奖的理由就是一句话 ：For the discovery of macroscopic quantum mechanical tunneling and energy quantization in an electric circuit。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在电路当中发现了宏观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的现象。通俗一点讲，就是说，在普通的电路里面，他们首次观察到量子世界的2个核心特征。第一个就是穿墙，叫量子隧穿；第二个叫做能量量子化，就是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个一个跳跃的。这是官方给他们的获奖理由。很显然，我不是物理学家，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个？第一个是它跟我关注的领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担心这个量子计算机会破解加密货币的加密算法，所以这个量子物理学是量子计算机存在的基础。那么，这个跟我们加密行业所在的领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二是跟我最近在阅读的一本书有关，我是读了关于脑科学的一本畅销书，它这里面引用了很多量子力学的东西，它把量子力学的这个多态叠加并存的特性、量子纠缠的特性，把它映射到脑科学当中来，剖析我们人脑的主观能动性对人体的一些作用。所以我正好近期看了这些东西，觉得非常有趣，正好物理学奖颁给他，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简单说，这3位诺奖得主，他们就是证明了宏观世界真的能做量子操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量子计算机的物理基础。这下面就对他们的获奖成果有一些介绍。如果对科学背景感兴趣的，下面有一个叫 scientific background， 就是他们获奖的这个科学背景，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做了一个综述。那么为什么他们做的这项研究这么重要呢？简单说，就是他们发明了一个装置，叫做约瑟夫森结，叫 Josephson Junction， 就是在2块超导体中间隔一层极薄的绝缘层，在零下273度的极低温下，他们会发现电子不再是单独行动，而是结伴成对的流动，叫做 Cooper 对 Cooper pairs。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电路就变成了一个量子态。我们知道量子态的特点就是叠加，它既可以是0，又可以是1，还可以既是0又是1。所以这个0和1的叠加，也就是我们讲的量子比特。而这3位科学家正是把理论变成硬件的先驱。所以我们后来看这个 Google 的量子团队的原型机，叫做 Sycamore 正是3位诺奖得主之一马蒂尼斯领导建造的。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因为量子计算加速逼近现实。这次诺奖实际上是给整条技术线路做了一个权威的背书，超导量子电路的路线说明是受到了大家的公认。量子计算的威力在哪里呢？它对我们所在的加密行业有什么影响呢？因为我们知道普通的计算机，我们要去破解一个问题，它就是采用试错法，是一个一个的去试。所以我们说要用碰撞的方式去破解一个密码是非常难的。就算我们去破解一个你的电子邮箱的一个数字密码，你都很难，你要花很长时间的计算，那更何况是更复杂的椭圆加密算法。而量子计算机不一样，它是同时去试所有，它不是一个一个的试，它是同时去试。所以一旦这个算法突破了以后，它就是指数级的加速，可以破解很多我们现在破解不了的数字难题，其中就威胁到我们现在加密货币和网络安全的基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主要的算法。就是像我们今天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安全性全部都建立在一个加密算法的基础上，叫 ECC 椭圆曲线的加密算法。而肖尔算法是一种量子算法，那这个肖尔算法呢，它能在量子计算机上快速破解椭圆曲线，因此当量子机的规模足够大，椭圆曲线的加密算法就会直接失效。换句话说，量子计算机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解锁整个区块链的公钥系统。听起来很可怕，是不是？好消息是，刚才讲的这一切还没有变成现实，不过可能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有时候是非线性推进的，
它会突然加速。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椭圆算法并没有受到现实的威胁，但是很有可能突然哪一天就被威胁了。因此，现在有些黑客他理论上讲是可以做一个工作，叫做先收集再解密。他们今天把你的所有的加密数据、公钥地址、区块链交易记录等等全部保存下来，等到若干年以后，量子计算机成熟了，然后一口气回头来解密所有的这些钱包等等这些交易信息。不过，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已经筛选出3种抗量子的加密算法，一个叫 Kyber， 是一种加密密钥交换的方法，一种叫 Dilithium， 是一种数字签名的方法，还有一种叫 Sphinx， 是哈希签名的算法。这些算法叫 PQC Post Quantum Cryptography PQC 的方案，是后量子加密，就量子时代来了以后用的加密方法。所以即使量子计算机来了，刚才讲的这些方法它也无法被轻易破解。因此政府部门预计在2030年之前要进行全面的抗量子计算的加密方法的升级，区块链在共识的基础上也将在这之前完成升级，并且是越快越好。所以未来几年的关键任务是可能会有一些过渡的方案，同时对现有的算法采用一些升级，避免公钥的长时间暴露啊，钱包要尽早支持抗量子的地址等等。所以作为一个金融行业的学者，作为一个加密货币的拥趸，我们去看今年的诺奖，它不只是量子科学家的荣耀，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警钟，标志着超导电路的量子革命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现实，而数字世界的安全规则也必须迎来量子时代的重写。量子计算的闪电呢，可能同时照亮人工智能，也劈开旧有的加密货币的加密体系。在这一轮科技重构当中，谁最先完成量子免疫，谁就掌握了未来的主动权，包括加密世界，也包括各级政府、银行体系等等。现在有很多人很焦虑，就是量子计算到来，量子机如果突然哪一天出现，我们整个加密世界会不会崩塌呢？这方面我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我不是量子物理学家，也不是密码学专家。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呢，对此我是比较乐观的，也就是我并不太担心。原因很简单，现在科学界已经储备了抗量子的加密算法。那么加密世界的博弈在关键时候，当量子计算有可能威胁到加密世界的安全时，加密世界一定会形成共识，集体升级到抗量子计算，因为这种共识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没有人会拒绝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更相信加密世界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整个加密世界的算法及时的升级到抗量子的加密技术上。这是一个量子物理的外行对加密世界抗量子前景的一个估计。各位，你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呢？或者如果你是业内的专家，欢迎你留下你的观点。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希望你能够指。我们今天就花这点时间，快速的解读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则新闻。咱们下期再见。